这里是宁夏的黄沙古渡风景区。黄沙古渡是国家4A 景区、国家湿地公园，也是明清宁夏的8景之一。这个景区有大漠风光、黄河古韵、自然湿地、黄沙拥长河的塞外奇景，可以亲临康熙渡黄河的古渡口，可以看到昭君出塞河亲流在大漠的月牙湖，还可以体验用羊皮筏子漂流黄河。里面光游乐项目就有几十项，可以说一天都玩不够。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。今天就跟我一起体验一天的黄沙古渡。一票通，几十个项目可以玩。景区一票通网上的优惠价是198元，但几乎所有玩过的人都觉得还是很值的。休息区，进入景区大门，先往前走去坐车。黄沙驿站。黄沙古渡的景区交通工具也非常的多，而且都非常有特色。开始坐车，首先要坐这个巨大的沙漠冲浪车。这段路很像过山车，还是很刺激的。这个车还是挺刺激的，在大车里算挺刺激的。下了车，前面是湿地公园，宁夏最美景观观赏点，需要在前面去坐船。这里有个黄沙古渡的石碑，在这里打卡留念。黄沙古渡。趁游客不多，在这里飞个无人机，看一看这个黄沙古渡和湿地公园。这个黄沙古渡的名称源自于这个地名黄沙嘴。滔滔万里黄河在宁夏的腰部穿过，整个的流程是390多公里。在宁夏有许多古老的渡口，其中横城渡口是一处古老的黄河渡口，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有了。在这里登高眺望，东边是浩瀚无垠的黄沙，西边则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。因为横城的北面有个地名叫黄沙嘴，所以明代又把横城渡称为黄沙古渡。黄沙古渡在明代的时候是非常繁盛的，而且周围的黄沙与绿野、烽火台与万里长城、黄河与渡船，构成了一幅独特景色的塞外风光。现在去坐龙舟，这是现代造型非常漂亮的湿地龙舟。哎呀，第一个。坐在龙舟，在黄河上一游。湿地这边的河道水还是非常干净的。坐这个龙舟大概10分钟到达下一个地方。这里是水上乐园，项目非常的多。这里叫做乾坤湾，很多水上项目都是含在一票通的，可以自由选择游玩。各种各样的脚踏船，这个也是免费的。随便玩的。这是通票的。大家把救生衣看好，裤子扣。这个快艇冲浪是免费的，可以体验一下。用头上的运动相机拍一下。
坐这个快艇需要穿救生衣。中间几段加速还比较刺激。蛮简单的。只要你时间足够，都可以把通票里的项目玩一玩。这个叫水陆战车，可以在路上开，也可以到水里滑。来体验一下水陆战车。又安全也比较有意思。这里还有卡丁车。大漠驿站，骑骆驼去。大漠驿站，这个地方可以休息，吃点东西，补充能量。这个西瓜。属于套餐是吧？啊，对，快餐20，还真挺值的。这是大扒鸡，这是花菜，哎呦，真不错耶！这套餐20，还蛮值的，5个菜。对，一碗西瓜10块，西瓜特别甜。吃饱休息一会儿，继续玩。这个沙漠越野车，人不多也可以玩一下。沙漠游乐场。这是马场。想体验骑马的也可以试一试，不过这个马都是在散步。据说这个黄沙古渡游乐项目是宁夏最多的。这是黄河祭台，在这里飞一个啊。这个黄河祭台相传是当地老百姓为祭拜黄河而筑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祭台上有黄龙镇河雕像，相传远古时期大禹治水途经当地，曾经目睹河水泛滥，给百姓造成了伤害。大禹奏请玉皇大帝，命黄龙在此镇守黄河，从此黄河在其他河段总是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而唯有黄沙古渡的河道千年不变。所以当地百姓都说，这是黄龙镇河的功劳。黄沙古渡的黄沙是黄龙的化身。黄沙山，现在去骑骆驼。驼铃声声。骑骆驼是这里的交通工具，如果不想骑骆驼，也可以坐车前往下一站。来看一下骆驼下跪的那一刻。骑骆驼就是这一下需要注意。要骑这个第一匹骆驼。哎呀，我说，哎呀，你好，骆驼。找手边要对这个。真好。扶住了得。往后扶手。好。下来了。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每次。
每次都得这样一下。不过总的来说，骑骆驼比骑马要舒服一些。这是一对返回的骆驼，看看骆驼排成一条线。这就骑完了。看这个骆驼，我要可能做这个滑索，去做那个羊皮筏子。这里是黄沙山，也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，只要敢玩都可以免费做。在这个地方我基本没有玩，直接想滑沙下去做羊皮筏子。羊皮筏子。从黄沙山走到河边大概有600-700米，我要体验一下这个黄河漂流。有没有浮头啊？这一船坐了10多个。这就是羊皮筏子。黄河坐这个羊皮筏子体验黄河漂流的游客非常多。在这里漂流非常的暴晒，必须要穿救生衣。看看，这就是黄河。看这水多红，看看这。主要河道两边有太多的沙漠，包括流经黄土高坡，所以才叫黄河。到了。还好，只是体验10分钟，漂了几百米。看这个羊皮筏子，坐了将近10个人。像灾民一样，这洪水过后，汪洋中的一个羊皮筏子。这个羊皮筏子作为一个体验项目，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结束，结束。从羊皮筏子下来，继续前往下一站。这块是欢乐谷，沙漠欢乐谷。哇，这么多要玩的！这里是沙漠的欢乐谷，也有非常多的游乐项目，感觉有点像海边的沙滩。在这休息一下。不过这里的项目似乎更适合小孩子玩，在这里飞飞无人机，看看是什么样子。是不是有一种夏日海滩的感觉？这个沙坡之上大概有7-8个游乐项目。如果不玩项目，在这里躺一躺休息一下也不错。黄河边的黄沙，从高处看一看，感觉特别像一个度假村。看看山坡上的这些游乐项目，说实话，如果一般人体力不够好，玩到这里估计都玩不动了。不过我想这是小孩子们的天堂吧。这个黄沙古渡也是银川本地人非常喜欢来玩的地方。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黄沙古渡，其实感觉来这里玩还是非常爽的。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黄河边沙漠里的游乐园，尽情的玩上一天。这个就是曾经的黄河古渡口，
这一带在秦汉时期就是边关重镇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千年古都了。在历史上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昭君出塞和亲，包括霍去病、康熙出征，都曾经在此渡河。这个就是康熙渡河的雕像。黄沙古都。以前宁夏的黄河水运是非常鼎盛的，所以黄沙古都这边商贸非常的繁荣。渡口这边现在也建了一些集市。小风车，坐这个车到禹王泉，继续坐景区车去最后一个景点禹王泉。有没有感觉这个景区超级大？这个我说实话，这个公园现在到了禹王泉，听说这个禹王泉形似月牙儿，飞上去看看。这个禹王泉也是有来历的，在公元前33年，昭君出塞，在黄沙古渡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，心中不胜凄凉。渡过黄河，感觉离长安更远了。临行前，昭君下定决心，一路上绝不回头。可刚一渡过黄河，心中对远方父母的思念油然涌上心头。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回头望着家乡的方向，痴痴发呆。不知不觉，泪水划过脸庞，滴落在河岸的沙地上。昭君走后，他的泪水化作一汪湖水，形似月牙，人们称之为月牙湖。在月牙湖的旁边还有烽火台，还有昭君的纪念馆。民俗文化博物馆。走到这里，旁边还有一个博物馆，所以如果来黄沙古都，一定要玩一整天。坐驴车，小毛驴。最后一站，坐驴车前往景区出口。这一天下来，其实我也只玩了景区的一小半项目，可见这个景区之大，游玩项目之多。喜欢尽情的玩，下次来银川到黄沙古渡吧。